Hello，大家，好久不见。这2年有很多话想说，也有很多的事情想要打开镜头记录，但从哪说起呢？不如就先回到我30岁生日的这一天。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呢，就是本人这个1年1度的生辰。我其实想了很久，我这个生日到底要怎么过，因为每年基本都是我自己过嘛。然后我这2天也列出了一些我非常想做，但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做的事情，比如说吃一些健身餐之外的东西呀，可以就是不去看时间，自己好好的想干嘛就干嘛，这样去过完整的一天啊。因为时间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的一个焦虑来源嘛，老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然后老是想要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，就生怕自己在浪费生命这样子，所以我今天就打算不看时间，去该干嘛干嘛，这样子过一天。今年我自己最大的感触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对自己好，千万不要为了任何不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人和事去内耗，要重视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别人的评价或者是行为，也不要为了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心。你要相信自己，只要你很想要，就你付诸于行动，就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给自己画了一个5月天 logo 的车贴，我们先来贴上。我总是想尽量给足自己仪式感，以为到了而立的人生节点，生活就会开始慢慢转弯。可再次回看那个阶段的我，对之后会发生的转折一无所知。这1年的我依旧在努力的生活，继续做前端加设计的自由职业。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把时间用来整理和更新作品集。大家到了年底好像也没有什么工作了，我之前就在整理我今年做的一些项目，然后把它们整合一下放到作品集里面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就是梳理了一下，相当于就是我所有的一些设计的作品。我就发现在这个梳理的过程中呢，我会找到一些就是之前可能没有想到的，某一张画可以用来做成一些新的内容，然后分享出去。梳理的过程偶尔搞一搞还是挺有必要的。规划总是能给我一种掌控感，到了年底，我还是会像往常一样为新的1年写计划。今年尝试了 All-in-One 的折叠日程规划，这里做的是每个月的 tracker， 可以折起来把每个月的内页都包在里面。当然，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在工作，珍惜每一个项目，每次学习和进步的机会，不断的在工作中找自己存在的价值。当然了，我也有利用空闲时间好好玩，偶尔会在隔壁州或者隔壁加拿大自驾，去维加斯听了薛之谦的演唱会。爱得那么认真，爱得那么认真，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。我崇拜你会不一笑就到山火海，我本来应该一生不爱。去了马蹄湾和羚羊谷，逛了无数个明州的湖，也玩了明州的雪，然后又来给伍佰老师唱了歌。第一次去的迪士尼，生活大爆炸的拍摄地，小雨还来现场听了小雨。对了，我还染上了健身，
成为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。而玩够了，我又会开始反思。Hello， 大家，最近真的还蛮少录视频了，想说来 update 一下我最近的近况吧。那我前段时间家里面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故，所以就都没有什么时间去录视频，然后也没有自己在做什么项目。但是最近的室友状态恢复很多了，再加上我今年来了新的城市嘛，所以会比较想要去参与一下，融入一下当地的生活。确实也是时候应该沉下心来重新搞事业了。然后如果再不搞的话，我就已经快要失去独处的能力了。所以这几天呢，我就有在想说，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去能够找到更多的项目做啊，或者说可以自己去尝试做一些新的项目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机遇。像我之前经常做的 APP 改造，其实我现在也还有想再重新开始。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新的做产品的想法，有一些想学的东西，然后也有一些想要画的画。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画画的 Instagram 的话，可以看到我有在尝试去卖一些自己的画周边这样子。我觉得或许也是一个新的谋生之道吧，不然我画画这个副业确实现在是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瓶颈，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通过画画来变现，而且是可持续性的。自由职业的这一年总是在焦虑、反思和行动的循环中反反复复。不工作的时候就开始设计自己的个人项目，或是给线上的产品设计新功能。我想要展示每次打卡的备注，是这样子好呢，还是这样子好呢？要点2下。这组新功能画完了，但是还是有些细节想了很多天都想不出来的那种。比如说这里3个按钮，我觉得有一点太挤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它设计得既合理又好看，所以我就打算再想几天吧。自媒体也是我的一个收入来源，虽然这一年我实在找不到动力和灵感更新长视频，不过中途有做过一些别的尝试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最近的话工作都没有怎么找到状态吧，长远的这个职业规划有一些迷茫，就感觉自己在做的事情好像并没有在正轨上，所以我有一天就突发奇想，要不然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短视频。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每天用手机拍一拍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，比如说试着在小红书、YouTube 或者 TikTok 这些短视频平台上面尝试发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，我就会继续录下去；如果效果不太好的话呢，咱就放弃。我想说这样子的话，或许可以缩短一下我视频和视频之间的创作周期，然后我每次做视频压力也不会那么大，就老想说一个视频里面要把信息量堆得特别大，让大家看完之后有所收获这样子。但是知识分享类的视频我还是想以 B 站的这种长视频的形式分享，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知识分享类的短视频的，老有点那种营销号的感觉所以我大概率是会发一些vlog 类的短视频。所以我这2天的工作内容呢，就是把我上个礼拜囤积的大量的素材，我真的拍到我手机内存要爆了，剪一下，然后看看出来效果怎么样。OK， 那今天就汇报到这里啦。最近我还是第一次有被潜在客户问要 PDF 版的作品集，我之前都是发网站或者是 social media 上面 PO 的作品，然后这次为了能够拿到这个项目呢，只好另外再去做一版 PDF， 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啦。作品集还是要稍微设计一下，然后还要选一些比较针对于这个客户的需求的一些过往的案例，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，哇操，这一定又是一个蛮大的工作量在给报价之前，然后现在已经做了2天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千万不能再拖，就算是熬夜我也要把它做完。插画一直是我很热爱的事业，但每一张画的背后其实都是痛苦。这是我上班前接到的最后一个项目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做 pitch、试稿、画草图、调细节，过程真的很累很累，最后其实是哭着画完的。也是大概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认真考虑一件事情，要不要试试看去上个班。其
其实是有些怀念稳定的生活节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于是我开始尝试转 UX， 并且真的顺利的找到了一份 fully remote 的全职工作。忙碌的工作很快的占据了我从早到晚的生活，让我在短时间内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会经常回到熟悉的湾区和加拿大出差。只是渐渐的，我开始找不到那个曾经虽然焦虑但是有活人感的自己，也不再想记录生活。公司保密不让拍，我也不想拍，太累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以为我想要的稳定，其实是不想要再焦虑，但是我并没有换到。burnout 来的比想象中的要快，最糟糕的时候，从早上醒来到晚上闭眼，都是来自工作的恐慌。原来上班真的可以磨灭热情，从我要变成我怕，从为了产品变得更好，到为了让项目可以顺利推进。我的自我价值渐渐等同于团队这一小部分人对我的看法。今年年初，我决定离开让我身心疲惫的环境。辞职的过程好像是失恋，要狠心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，但内心却还热爱着所做的事情。正式离职的第二天，我飞去了 Vegas 来和我的五月天见面啦。我知道那可能是这个阶段唯一能把我拉回来的光。在 Mayday Land 的这2天，我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舞迷老师，第一次遇到有这么多共同热爱的人，大家的善意像空气一样自然。我们一起大合唱、吃饭、拍照、聊喜欢的歌，交换精心制作的物料。在这里，人和人之间好像不会陌生，也没有隔阂，只有最纯粹的善意和陪伴。你是谁？叫我狂恋，叫我勇敢地挑战全世界。那个常常有的想，后能熄灭，时间清醒，开出玫瑰。我把你守候了大家，因为我一定不尴尬。我久违的在爱的包围下度过了最快乐的2天，陪五月天过了25岁的生日，遇到了一些之后对我很重要的人，还抽到了从小到大的第一个大奖。太羡慕了！从演唱会回来之后呢，我立马就恢复了自由职业的状态，开始接项目工作。刚开始的第1个月，在项目完成之后，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又回来了。我开始羡慕那些上班的朋友，每天都可以很忙很稳定，好像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。而我呢，在这种环境下裸辞了，似乎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，我就老觉得我自己做错了。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劝我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至少先从现在 burnout 的状态里面恢复一下。那我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就只好允许自己不忙，允许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渐渐的开始接纳现在的生活，哪怕它没有那么的明确，反正也没有人 push 我自己，也不去 push 我自己了。我一直都挺相信能量守恒定律的，感觉一定是有好消息在前面等着我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最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，我开始不那么害怕空窗期了。我计划用这段时间去旅行，去创作，去 build 新项目，去考健身教练证，去交新朋友。自信呢也开始一点点回来了。
我终于也可以打开相机剪现在这支视频，像是在对过去那段没有好好告别的生活说一声谢谢。